敢相信吗？在我们农村，1万块钱就可以建一栋3室1厅的房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都知道，樱花基地一开始修了一个房子，在这里被强拆以后，我们说建议他用那个钢管来焊一个房子在那里。后来他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，弄了一个钢管的房子在那里。现在呢，他有一位亲戚也想在这里放一个房子，偶尔来玩呀，或者打打麻将，就在这里坐一晚上。然后他们这个听说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去看一看。然后呢，樱花基地的老板也是说，但是如果说我们有想法的话，也可以在这里弄一个那个合栋的小房子在这里。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，我想的是放在前面可以看县城那个位置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不打算去弄。如果说以后我们资金充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那边也弄好了，可以在那个山坡上弄一个小房子，偶尔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县城的夕阳啊、西下啊，是吧？夕阳西下，还有看晚上的夜景，是吧？下雨天的话就可以看那个云雾。其实我还是特别喜欢这种山顶上一览无云的那种视野。对，因为它这里是一片的樱花，不仅樱花季节的时候可以看樱花，如果樱花结束了，就是现在，它也是一片的绿色，它的风景也是特别美的。而且李俊想在上面修的那个地方，在上面修个小房子，偶尔来露一下营啊，然后和3、5好友在这里聚一下，还是特别不错的。就在山顶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县城，就是半农村半县城的那种风景。他说可以免费给我们用，我们也可以直接买下来，就是4万5英亩给他买下来。但是买下来的话，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2棵花是它嫁接的，特别漂亮。我还想到时候在我们那个樱花上嫁接这个樱花，看是不是像杨柳一样？对，你看，现在所有的樱花都已经谢了，就只有这里2棵樱花还是挂满花的。如果说呢，整个樱花基地都种这个的话，就是套种。这里谢了，那里又开始了啊！对，到时候来玩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你看，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你看，真的很有才华，他自己自学嫁接的。对，就像那种柳条一样往下垂的。对，有点像桃花，你看，没有味道，樱花都没有味。对，真的好美啊！你看，它不是那种枝丫往上长的，它这种就像那种柳树。直接垂下来，而且这种拍照也特别的出片，哇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要是它这个樱花园里面全部种上这种花的话，估计来玩的人会增加几倍。你看它这种花是一朵一朵的，它不是那种一颗一颗，然后这个就像是一束花一样。到时候李俊说，我们等一下回去，扯几颗枝丫过去，然后又在我们那边嫁接成这种，以李俊的嫁接技术，我还是挺相信他能嫁活的。大家看，就在那里，那个小房子已经完全修好了啊，好像做主体还有装修一起花了1万多块钱。大家看一下值不值？它只有1间房间，然后旁边的这个大的是老板自己弄的。然后旁边的那个是他的亲戚弄的，不知道他是什么用途，是用来住看风景呢，还是用来到时候樱花开花的时候用来做生意？如果是做生意的话，应该还是经济头脑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是3个小隔间，前面它是用来做生意的，后面有一间打麻将，还有一间就是上厕所，就是休息的地方。哇！看一下1万块钱做的这个房子，还有3个房间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！比那个绿茶是好太多了。对，现在是装修好的。隔远看的话，感觉它很小；隔近看的话，感觉它好大呀。看一下，它给放到这里，应该在前面这里把这个门打开，就可以做生意，用来卖一些小吃。然后里面还有2间房间，一共有3间。当初老板叫我们来把樱花给挖到我们那边去种，就是因为他们这里要拿地出来做这个小房子，所以就把樱花给移开了。大家看，
它这个地基不知道稳不稳，它是用这个砖头在下面放着，然后砖头的旁边有钢筋，钢筋这样子垫着的，看一下，它是用这种钢筋给它插到土里面，然后来支撑这整个房子。它这个房子还是挺重的，然后又这么小的一根钢筋给它支撑，然后旁边的话加一些水泥砖、空心砖。刚刚他打电话来，让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因为我们一直都想在上面做一个，然后他是想让我们来做一下参考，这个怎么样？然后也跟他说了能不能进去，他说可以的，反正门没有关，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灯都还没有开，然后就是一个框架的，哇，还是挺大的。就是说话的时候，它还有那种回音。一进来的话，就闻到有一股味道，因为它这个不是用那些钢管弄的，它是塑料的，所以它会有一种塑料感，但空间还是挺大的。它前面用来做生意的话，完全足够了。这不是塑料板，这是铝合金的那个铝板。你看，哦，1万多块钱，确实质量没那么好，太保值了啊。对，过来看一下。它这边还有3个房间，这里这个房间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，但是挺小的。所以说应该是一个卧室或者装厕所的地方。对，我感觉它应该是要放一张桌子在里面打麻将的那种，就是别人来这里玩的话可以打麻将。然后这里也有一间，这一间的话相对那间是比较大一些的。这间听他说是打麻将的。然后里面那间应该就是卧室了。对，这间比那边那间也是要大一些，放一张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放一张床到这里，然后前面还有一点点的活动空间，然后这里就是窗户。感觉1万块钱做这么大的一个房子还是挺划算的。有窗户有门。我感觉也不划算，这质量太差了。如果是防盗的话，肯定是防不了盗的。这个，只能说遮风避雨是完全足够了。没想到在外面看起来这么小的一个房子，在里面去居然有4个房间，3个小房间，还有一个大的客厅。1万块钱做这么一个房子还是挺划算的。虽然它的质量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对于一个做生意来说，能遮风挡雨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虽然它这个房子做得很划算，但是短期住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像我们长期住的话，肯定不行。第一是因为不安全，因为我们刚刚进去的话，味道很重，肯定甲醛超标。然后我们的孩子在里面住着的话，肯定是不安全的。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地基不稳，因为地基的话，它就是用一些空心砖，还有一些钢筋插在土里面，然后就把整个房子给支撑起来了。因为我们要住的话，肯定是要住一辈子的事情。这种房子对于我们肯定是不实用的。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不防盗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偷的，但是它这个确实太薄了。那个窗户的话，随便一摇就把它摇开了。然后那个门的话也特别的薄。旁边的那些墙壁，如果是要偷东西的话，直接用一块砖给它砸，就给它砸坏了。所以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实用的。我们那边要做的话，肯定是要做一劳永逸的事情。